Hello，大家好，这里是小布尔。最近有观众私信我，想让我做一些视频来蹭一下巴以的热度。我寻思这个观众坏得很，这热度蹭不好，怕是要被摩萨德送温暖。所以思来想去，胆小的我还是决定来模拟一次在城镇地形下对抗梅卡瓦步兵战车的可行性。在这儿，我部署的两种梅卡瓦都是 MK4 型，但右边这台搭载的有先进的主动防御系统。它可以拦截来袭的反坦克导弹，所以第一轮测试我们就以这个传统的冷战思维来展开，试一下用这个反坦克导弹搭配上单兵筒子对付这台车的效果如何。好嘞，在这儿我直接删掉了那一台没有主动防御系统的梅卡瓦，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有着主动防御系统的车表现如何。在这里我给防守方部署的 ATGM 是一支短号 P 型，当梅卡瓦进入射程后，它立即便开火了。为了展示这个 APS 的效果，在这里我将游戏的速度给调成了1/10。你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梅卡瓦的炮塔上喷出了一些东西，虽然没有特意的去了解过主动防御系统的原理，但它射出的应该是某种带近炸的小榴弹，而不是什么霰弹。要知道，本次我安排的这个短号的弹头呢，是1200破的串联弹头，如果这个梅卡瓦没有拦截下它的话，估计就要记了。而现在呢，我们可以近距离的观察一下这个士兵使用筒子对抗梅卡瓦的效果如何。在这里，我们依旧给到一个最慢速的镜头。按理来说，筒子打出的这个飞弹，它的速度应该是和导弹类似的，而主动防御系统的反应一般都是很敏捷的。结果我们却看到这个士兵的一发筒子砸在了地上，梅卡瓦的主动防御系统才被触发。不过这毕竟是游戏嘛，模拟出来的效果肯定不能和它现实中的状态挂钩。然后在这儿又是一发 AT4 打在了这个梅卡瓦的正脸上，紧接着是一发 RPG 的弹头。就是在硬吃了这么多发筒子之后，这个梅卡瓦依旧是表现的坚挺。其实这也不奇怪，毕竟它就是为了这种作战环境而设计的，正脸能扛几发筒子不算什么。然后第二轮呢，我们就试试派出这个没有主动防御的梅卡瓦出动，看看它正脸对短号的防御效果如何。这波才是真正的主动防御系统。刚才在短号导弹发射的瞬间，梅卡瓦就射了一枚榴弹，榴弹的爆炸顺带着引爆了飞行的导弹，所以这一回我直接气急败坏的复制了一台梅卡瓦停在这里让我们打。可以看到，在梅卡瓦停在原地不动的情况下，1200破的短号瞬间就轰入了它的前置动力舱。这要是在战场上，这台车就完蛋了。但就如同前几回合的测试结果那样，战斗状态下的梅卡瓦一直拿前脸扛弹也是很难对付的。何况在现实中，1200破的串联短号也很难搞到。所以接下来我就提出一些较为实用的在城镇抵御梅卡瓦入侵的方案。当然这都是个人观点，还请大家多多指正和补充。那么首先呢，就是我此前提到的这个万能的挖掘机了。虽然挖机还是可以换上锤头来敲碎路面，但是在城镇里硬挖反坦克壕沟的话，自己人想要通过也不好办了。所以在这里，我个人觉得重车是比较合适的。他们在装满了沙土之后，有的甚至能达到30多吨的重量。所以在这个城镇地形里，想要阻碍梅卡瓦的行进路线呀，我们就可以用一堆装满了沙石的重车来封路。这些车辆只要将手刹拉起来，并且像这样互相顶着对方，其几十吨的重量就很难被一台坦克撞开。而且考虑到会有 IED 之类的装置，坦克也不敢轻易的去撞它。当这些铁甲怪兽被困于城镇地形下的时候，它的各种优势就发挥不出来了。在这种情况下，像是导弹和筒子之类的道具就可以省一省了，咱们直接掏出经济实惠、量大管饱的反3，就能好好的教训他们一顿。
这种破甲反坦克手榴弹的原名是 RKG3，使用铜制药罩的版本，最大破甲厚度可达200毫米往上，因此只要是对着车顶扔，对什么样的坦克来说都是绰绰有余的。在开阔的地区，想用这玩意儿对付坦克可不容易，但在城镇地形的掩护下，我们可以轻易地摸进它们。那要是对手学精了，咋地都不使用这些车辆靠近城镇呢？那4轴小无人机这个时候就派上用场了。反3的重量不是很重，大部分无人机应该都载得动它，而且在被释放之后，它尾部还有导向伞，能够保证弹头指向目标的顶甲。因此，用无人机挂着反3，从正上方偷袭这些家伙是最管用的。当前各种装备了主动防御系统的战车，他们的防御范围也都是正前方，完全是忽视了来自头顶的威胁。所以不光是梅卡瓦，这个方法实际上对现役的各种主战坦克都十分管用。不过呢，我估计很快各种针对来自头顶威胁的主动防御系统就会被发明出来，所以这种方法还能用多久就不得而知了。好了，咱本期的碎碎念到这就结束了。最后希望这场冲突能够早日结束，我们下期视频再见。